在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喧闹之中，有这样一处静谧祥和的地方——龙华寺。这里不仅是上海历史最久、规模最大的千年古刹，更是不少年轻人心中祈愿事业顺利的灵验之地。双手合十，绕行龙华塔3圈，寄托对未来的美好愿望。你可以在殿内抄一卷经文，让浮躁沉淀于笔尖，还可以品一碗温热的素面，淡然而满足。临近端午，香气四溢的龙华寺粽子更是年年热卖的传统佳品，添一份节日的仪式感。整洁的环境，温暖周到的服务，这一切都让人忍不住想在这里多停留片刻，感受心灵的片刻安宁。龙华寺是我在上海一直想来的地方。之前我们曾经去过位于市中心闹市区的静安寺，今天我们来到了非常知名的龙华寺。可以看到前边这是请香的地方，这一把呢是20块钱。刚刚一进门呢，我看到了一个特别奇特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景观，就是在我镜头的左前方，这个就是出现于宋代的应该是龙华塔。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在拿着香顺时针在绕塔，而且我目测了一下，大概观察了有5分钟左右，平均年龄基本上都是在30岁左右。所以现在流传一句话，就是在年轻人当中，就是不上班要上香。那么小白也加入这个队列当中，我们绕塔转一圈。这个左前方还有一个水池，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乌龟。我们可以看到龙华寺的这个山门中边这个牌匾写着用隶书“龙华”2个字，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金印，金印就是亲赐神堂龙华讲寺之宝印，它是一个皇帝御赐的金印。那么右手边呢是写着江南古刹，左边这个是叫人间都帅。龙华寺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的是很多的年轻人。而且我觉得龙华寺是非常一个懂年轻人和时尚的一个寺庙，因为它每年还有很多的那个，包括月饼，还有咖啡。以及现在马上端午节了，还有它的素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一会儿也去会感受一下它的那个素面，然后走时候呢，我们再看看它的粽子。我们一进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烧香。
这个寺院与其他的寺庙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一进来的这个是第一殿，是弥勒殿。看到这个3个字的这个匾额，是杰出书法家赵朴初所书的。然后左边一个石狮子。在这个一进殿的右边，这里面嘛就是一些手绳。在那里面买手串和手绳的人还是蛮多的。我看了一眼那个手绳的话，大概是在168、198左右。这里就是塔影院。这里面可以听到叫声，是有孔雀，然后孔雀好像开屏了。到了傍晚的时候呢，这个太阳快落山，塔的影子就会投射到这里边，所以这里面就叫做塔影院。那我们这边转过来，我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堂，然后好像里面有在抄经。非常的肃静，好壮观啊！这棵结满果子的枇杷树，树下有好几只小猫咪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转到弥勒殿的这个后面。这个后面这个匾写着“法相庄严”。这边有一个功德榜，我们转过来之后，就看到这个弥勒佛。在弥勒殿的后面，这个就是天王殿了。这个天王殿的左边应该就是4大天王，中间是法身像，弥勒佛的法身像。
在天王殿和弥勒殿中间，这个一边是鼓楼。大家可以看到鼓楼上这个匾写着护法伽蓝，这个以前是报时号令和报警的作用。这里面供奉的是菩萨关羽。那么转过身来，在鼓楼的对侧就是钟楼了。钟楼里面供奉的是地藏菩萨。在钟楼的侧面，这边有一个重修龙华寺碑记。因为现在的龙华寺是清朝光绪年间重建的，它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至三国东吴时期。我们就从这个天王殿进去。也要讲究中庸之道，知道吗？在天王殿的后面呢，也就是天冠弥勒背后供奉的是韦陀菩萨，是佛门的护法神之一。上面这块匾写着“济政大雄”。是浙江省的文史研究馆员所书的。经过天王殿呢，这边就是大雄宝殿了。这个大雄宝殿呢是重建于南宋10年，后来就是被损毁了。现在这个殿是光绪3年7月重建的，4年10月落成。上面的这块大雄宝殿的匾书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秘书、著名书法家田横所题的。那么下边这个龙华十方呢，是著名画家唐云所书。这个大雄宝殿供奉着华严三圣，就是《华严经》所描述的华藏世界之3位圣人，主尊是释迦牟尼的法身。在大雄宝殿的左侧，这边就是罗汉堂，这里面总共有500罗汉。
在大雄宝殿的右侧，这边就是课堂，就是日常的一个寺院的管理中心。那么我们从中间的大雄宝殿穿过去，在这里面闻到了很浓的百合的味道，因为里面摆满了鲜花。大雄宝殿的后面就是供奉的自在观音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姿势啊，非常的惬意。经过大雄宝殿这个左侧，就是千手观音殿。在千手观音殿的对侧，这个就是法物流通处。我才知道原来他们这种就是一些包括请的一些叫手绳啊什么之类的，他们这个地方叫做法物流通处。这里面还是蛮人气的哎。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选购。这里呢就是三圣宝殿了。三圣宝殿供奉的是西方三圣，又称阿弥陀三尊，中间供奉的是阿弥陀佛。在三圣宝殿的左侧，这个前边是禁止入内的了。这边大家都在拍这个小猫咪。基本龙华寺的这些大殿，主要的地方我们都逛了一遍，而且我发现这个龙华寺，你可以扫描它这个二维码的话，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哎。然后它还有各种进入龙华寺，然后里面有各个殿的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。那么比如我们进入这个天王殿，就可以点进去，然后它都会有一些介绍，非常的不错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
而且龙华寺是不收门票的。那么前面呢就是吃素面的，可以看到现在是马上12点了，有很多人进去吃饭了。我们这样再转一下，看看周边。哇，这个好多的这个风车茉莉。有这么多人，大家都在干嘛呀？哦，小猫咪。从这边透过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素斋馆，看大家都在吃面。好了，今天龙华寺的重头戏就是去吃它的素斋吃面。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个素斋馆，一进来之后，里面是卖一些它的龙华寺的一些产品的。去素面往里面走，谢谢。来，哦，这里有一些烤麸，还有火腿、素鸭，这是素火腿。这是夏威夷果酥，前面还有罗汉饼，这里还有海苔的麻花，这个上面都是它的价格。这里是上新的粽子。素肉粽，还有一些赤豆粽，一般的都是5块到10块之间。这个是素肉粽，还是这种真空包装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它的香粽的礼盒，188，保质期是90天。这里还有一些它的文创的产品。进到里面呢，就是它的用餐区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写着先吃面后付款，扫那个桌子上的码，或者是现金投币即可。这里面就跟其他的一些寺庙吃这个素斋的不一样的点，全靠自觉来付款，所以这边的效率就很高。右手边这个就是排队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速度，取面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大概也就几分钟就可以排到了。那么如果您是老年人或者是有小朋友的，那么这边还有一个特殊人群的爱心专区。这里就是爱心专区，爱心专区的话就不用排很长的队，然后用餐环境嘛也稍微的小一点，但是比较清静。再往里走，这边有一个佛茶馆，这边就是素斋馆的出口了。龙华寺的咖啡，一会儿我们搞一杯喝喝。现在我就开始排队来取这个面了。它上面还写着免费续面，免费续浇头。这个冷菜是10块钱，我们取1份。搞2杯咖啡喝喝。你好，咖啡在这里点吗？我想要一个燕麦咖啡。冰的热的。冰的，少冰。然后再来一个那个清咖，也是少冰。对。在这里面用餐呢，全部都是靠自助的，就是靠你的自觉性。那么
比如说我们刚刚买了面，那就在这上面选择你所买的几份，然后包括有饮料、咖啡，直接来买单就好了，主打一个自觉。这个是清咖燕麦，燕麦，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就是龙华寺的素面，它的浇头。那么旁边呢，这个就是龙华寺的咖啡。这个是10块钱的冷菜，这应该是豆干吧？这个面的浇头还是很丰富的。买了一个素肉粽，然后买了一个赤肉粽，还有素鸭，还有罗汉饼。走过杭州的灵隐，听过苏州寒山寺的钟声，也在上海静安寺的烟火人间中驻足片刻。每一座古刹都是时光的安放处，也是心灵的栖居地，而龙华寺是这段旅程中的一份温柔。有塔，有香，有素面，有抄经。在不久，我可能会踏进台州的国清寺，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对它是否有了解？山长水远，愿我们都在路上，也都在心里。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见。